由于丈夫多日未归，猫头鹰妈妈只好含泪摔碎了自己孵化半月的鸟蛋。上集我们说到，猫头鹰妈妈在天台产下2枚鸟蛋后，丈夫老六竟然突然消失了。通常猫头鹰在哺育后代时都有着明确的分工，雌性负责孵蛋，而雄性负责外出打猎。然而莫名消失的丈夫让猫头鹰妈妈彻底陷入了绝望，她不吃不喝在家里等了3天，自己差点饿晕过去，都没等到丈夫送来的食物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选择放弃孵化，离开巢穴，开启了自己的寻夫之路。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几天后她终于找到了消失多日的丈夫，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始。由于之前自己不小心摔碎了1枚蛋，担心丈夫会责备自己，于是猫头鹰妈妈情急之下又产下了1枚蛋。几天后，一只幼鸟破壳而出，看见这一幕的猫头鹰妈妈满心欢喜。此时外出打猎的丈夫刚好回来，他把捉来的食物送到妻子口中，看到家中的妻儿，猫头鹰爸爸若有所思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迷途知返了，因为此时的他又多了一种身份和责任。幼鸟出生后，猫头鹰妈妈需要不间断地给他喂食，失而复得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，让猫头鹰妈妈此刻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。在她精心的照料下，小猫头鹰逐渐褪去了一身的稚嫩，而情急之下补的那颗蛋却迟迟没有反应。趁他离开的间隙，动物专家立刻赶到天台查明情况。他将这枚鸟蛋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查，经过仔细对比后发现，这枚鸟蛋并未受精成功。专家解释说，猫头鹰妈妈在失去第1枚蛋时非常难过，或许是出于补偿的心理，导致她在未受精的情况下产下了这枚蛋。最后专家决定对鸟蛋进行无公害处理，而找不到这颗鸟蛋的猫头鹰妈妈只好全力抚养小猫头鹰。对于这个唯一的宝宝，猫头鹰妈妈也是百般宠爱，恨不得一天喂它8只老鼠。小猫头鹰也不负父母的期望，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。不过瞧它这副模样，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。这个阶段的小猫头鹰还很依赖母亲，但为了帮丈夫减轻负担，它也会偶尔外出捕猎。由于猫头鹰妈妈过分的宠爱，现在小家伙体重已经严重超标，如果想要飞起来，他必须从现在起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。到了晚上，猫头鹰妈妈飞了回来，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接把食物喂给孩子。饿了半天的小猫头鹰打算从母亲嘴里接过食物，可猫头鹰妈妈却并没有惯着它。此时的小猫头鹰并不理解母亲的用心良苦，它每天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独自享用美味，而自己只能委屈地躲在一旁流口水。猫头鹰爸爸偷偷给孩子送来了食物，但这可把猫头鹰妈妈气得不行，对着丈夫就是一通乱骂。拗不过妻子的她只好飞到一边，似乎她并不理解对方的用意。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，小猫头鹰自然是不可能轻易松口的，于是猫头鹰妈妈只好直接把食物抢走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慢慢享用。被抢走食物的小猫头鹰急坏了，它一边追一边喊着妈妈我好饿。虽然有些心疼孩子，但它却不得不自己把食物吃掉。不久后，吃饱喝足的猫头鹰妈妈回来了，她张开翅膀给孩子做演示，告诉他飞行时如何扇动翅膀。在看完妈妈的示范后，呆头愣脑的小猫头鹰开始学着母亲的样子挥舞翅膀，虽然有些滑稽，但学的倒是有模有样。也不知道是经验不足还是体重超标了，它始终像个母鸡一样在地上蹦来蹦去。没办法，猫头鹰妈妈只好现场飞了一次给他看。可毕竟孩子的天赋有限，只好后面多花点时间进行训练了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小猫头鹰每天都会飞出来练习。可这次他有些着急了，一不小心没站稳，从楼上跌了下去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姐连忙下楼寻找。就在大家都以为小猫头鹰已经凶多吉少时，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叫声。只见他一脸好奇地看着众人，心想我藏得这么隐蔽，都能被你们这群老六找到。这时远处突然传来猫头鹰妈妈的叫声，听见母亲的呼唤后，小猫头鹰迅速跑了出来。此时的他还没有学会飞行，母亲见状只好在前方为他引路。小猫头鹰一边回应一边跟随妈妈的指引，这回他总算明白为啥妈妈不让自己吃饭了。小家伙像个走地鸡一样穿梭在小区里，半小时后他踉踉跄跄走到了巢穴所在的单元楼，可面前的玻璃门却将他挡在了外面。对于这个人类设计，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，在门口踹了半天还是进不去。对于一只鸟来说，开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时天空又传来了猫头鹰妈妈的呼唤，接受信号的小家伙走了出来，他试图和母亲一样张开双翅在天空翱翔，结果扑腾了几下，不但没飞起来，还被一堵墙挡住了去路。就这样他在下面整整站了1天的时间，还是没有想出翻过去的办法。见此情况，人们决定伸手相助，大家找来一个箱子放到了围墙下，希望他能利用箱子跨越过去。到了晚上，小猫头鹰跳上箱子，接着扇动翅膀飞上墙头。在突破这道屏障后，他离大自然又近了一步，但此时他还需要母亲为他指引方向。小猫头鹰张开双翅朝着山脚下飞去，哪知一张防护网又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呆头呆脑的小猫头鹰顿时就愣在了原地。不过好在救援队再次登场，很快便帮他攻克了面前这道关卡。在通过最后的屏障后，他一步步朝着森林里走去，而猫头鹰妈妈则是在前方为他指引方向。最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的相聚在一起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世上还有不怕热的猫咪。桑拿房里68度的高温，人们热得汗流浃背，然而这只猫咪却惬意的不得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本喵正在蒸桑拿吗？半小时后，大家实在热得受不了，纷纷走出房间透气。可仔细一瞧，这家伙居然舒服的睡了过去。好家伙，这身毛估计是假的吧？摄影小哥打算近距离观察。20分钟后，小哥已经汗如雨下，反观小猫却是一副享受的模样。最终，小哥实在扛不住了，立马灰溜溜的跑了出来。这下小哥彻底服了。可他到底什么来头呢？老板娘说这家伙已经在这里白嫖2个月了，每天定时定点来桑拿房里打卡。正常人在里面待1个小时就算厉害了，可他却把桑拿房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整天在里面睡大觉，睡醒了就悠哉悠哉的走出去，先是伸个懒腰放松一下，接着开始补充水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又跑进了桑拿房，看见地上还有枕头，小猫顺势就躺了下去，这感觉简直棒极了。此时老板突然走了进来，赶快出去，你这厚脸皮的家伙，不买门票还天天过来享受。等老板走后，小猫又偷偷钻了进来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这家伙愣是和老板玩起了游击战，搞得老板对他也是无可奈何。小猫走进一间桑拿房，先是仔细观察一番，接着径直走向一位大婶，还没等大婶反应过来，小猫就趴了下去。这是想要求收养吗？原来这只猫咪为了能待在桑拿房，特意去讨好每个顾客，等所有人都撸完之后，它就会跑到一旁安静的休息。人情世故算是被它玩明白了。可这只猫咪为什么这么喜欢蒸桑拿呢？它难道没有家吗？通过几天的观察发现，猫咪每次从桑拿房出来后，都会跑去后院的木材堆，它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这位大叔告诉我们，2个月前的一场大雨让一窝出生不久的小猫失去了生命，于是大叔便将它们埋在了附近。当猫妈妈回来后，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宝宝已经去了喵星。在暴雨过后，他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地方，除了桑拿房的温暖之外，还有人们更热情地欢迎他，更有好心人为他带来食物。也许在这里他找到了家的感觉，或者人们的热情温暖了他失去孩子的悲痛。自此小猫便将桑拿房当成了自己的家，老板娘还特意为他制作了海报，小猫化身成桑拿房的吉祥物。据说自从有了这只猫咪，桑拿房的营收翻了3倍。不过每天小猫还是会去木材堆里寻找自己的宝宝，它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。母爱伟大，希望小猫能忘记悲伤，从此幸福的生活下去。眼前这座普通的山上住着一只可爱猫咪，每天凌晨5点，它会准时出现在山顶看日出。据说这只猫在翻越几个山头后，最终选择了在此处安家。它在这里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，远离喧嚣，隐居室外，是多少人羡慕的小日子。附近的登山游客告诉我们，猫咪已经在山顶生活了5年，可它平时要靠什么来填饱肚子呢？只见猫咪在游客的背包上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随后小哥打开背包一看，话说这家伙鼻子也太灵了吧！原来附近的登山爱好者都知道山顶住着一只隐居小猫，所以大家每次登山时都会给猫咪带吃的。虽然远离了城市的繁华，但猫咪却吃喝不愁，并且还有山川美景相伴，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惬意。为了报答带给它食物的登山者，猫咪会充当游客们的向导，为大家寻找到最佳的观景位置，并且还贴心的提供撸猫服务，让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此时喜欢猫咪的请扣666，小猫的5星服务让每位登山者都觉得不枉此行。下山时大家挥手与猫咪告别，而此时猫咪会立刻趴下，深情地目送每个人离去。招待完游客后，猫咪会简单休息一会儿。当夜幕降临时，猫咪会自己下山。这个山脚下的小村落会是它的家吗？摄影小哥发现猫咪跑进了一户人家，只见猫咪正在开心地玩耍，大概这里就是猫咪的家了。可这里的僧人大叔却表示自己并非猫咪主人，更确切地说，猫咪和自己是不错的朋友。小猫有时候会跑到寺院里过夜，但至于什么时候来，完全凭它心情。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觉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猫咪又会顺着小路重返山顶。或许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才是它想要的喵生吧。5年的时间，猫咪陪伴了无数的登山者，为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，也得到了人们对它的认同和喜爱。同时也凭着贴心的服务，轻松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生活让很多人心生羡慕。节目组特意找来兽医帮猫咪做了检查，由于良好的生存环境，加上猫咪每天都登山锻炼，小猫的身体状态非常好。因为有了这只猫咪，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慕名而来。当地的旅游部门还特意为猫咪制作了海报，这里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景点。小猫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，但它始终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。我想它选择的不是这座山，而是自由平静的生活。